清明节不只是去一下墓地祭拜而已，它背后代表的是对先人的尊重，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只是很多人不知道，扫墓其实有很多该注意的细节与禁忌。今天这支影片就用最白话的方式带你一次了解清明节该注意的事，还有容易忽略的禁忌。更重要的是，有99%的人都不知道清明节真正的意义。首先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态度。扫墓不是出门郊游，也不是拍照打卡的地方。到墓地的时候，记得保持安静肃穆，不要嬉闹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更不要随意开玩笑，因为那不只是你家人的墓地，也是别人的。尊重其实就是最基本的礼貌。再来是扫墓，时间也很重要。一般建议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，这段时间是阳气比较旺的时候。下午5点之后，尽量不要在墓地逗留太久。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避免阴气过重的习俗。很多人会忽略穿什么去扫墓，建议穿素色衣服，像是黑、白、灰、深色系，避免太鲜艳，红色、紫色。另外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，不要穿新鞋，因为有一种说法，新鞋虽然听起来像谐音梗，但这种传统习俗还是有它的文化背景。行为禁忌，不拍照，不直呼全名，不评论先人，因为在这种场合，低调、尊重是最安全的原则。有些人会说，反正我不信这些，但其实重点不是信不信，是尊重这个场域。再来讲到很多人最在意的贡品，水果不是随便带的，避免香蕉、李子谐音招你来，凤梨、番茄、芭乐、释迦，传统上寓意不佳。成串水果，葡萄、荔枝、龙眼，记得剪开，代表分开，而不是整串带走。这些其实都是象征意义，不是绝对，但很多人会遵守。那祭拜祖先最常见的水果是苹果，代表平安，希望家人一切顺顺利利。橘子象征大吉大利，是很多人一定会准备的水果。水蜜桃有健康长寿的寓意，很适合用来表达祝福。柳丁有添丁的意思，代表家族兴旺，子孙延续。柿子象征事事如意，很多长辈都很喜欢。柚子有保佑的含义，希望一切平安顺利。再来是水果数量，一般建议用单数，像是1、3、5，因为在传统观念里，单数代表阳气、吉利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小细节，尽量选实心水果，像苹果、橘子这种扎实有重量的水果，代表的是子孙的心意，真心诚意来祭拜，而不是随便应付。接下来花也有小细节，像玫瑰这种带刺的花，建议先去刺再带去。另外，有些人不太适合扫墓，孕妇、重病者、体弱的小朋友建议避免参加，不是限制，
是保护。在墓地有几个基本礼仪：不踩墓，不跨越别人的坟墓，不乱点香。这些看似简单，但其实很重要，因为这是对他人家族的尊重。最后一个重点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扫墓完不要直接回家，可以去便利商店、夜市或人多的地方走一走，让自己转换一下气场。另外，当天也不太建议去拜访亲友。还有一个特别情况，如果刚好是你生日，建议避免扫墓，避免喜气与阴气相冲。了解这么多清明节的禁忌和注意事项，接着要来说说99%的人都不知道的事，清明节真正的意义。有没有发现，每到清明节，心里总会多一点安静，不是特别难过，但就是会想起一些人，可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话，可能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。我们以为清明节只是扫墓祭拜，但其实它在提醒我们一件更重要的事：人生是有限的。清明节表面上是纪念离开的人，但更深的意义其实是让活着的人学会怎么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开始懂得珍惜？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陪伴，现在变成最奢侈的回忆。不是失去才重要，是曾经拥有才让人放不下。我们会扫墓，会祭拜，其实不只是为了他们，也是在整理自己的心，在告诉自己，我记得你也会好好活着。有些人离开的时候，我们甚至还来不及说再见。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？那一天很平常，你以为还有很多时间，结果却变成最后一次见面。有些来不及说的话，最后都变成一辈子的遗憾。我们常常以为来日方长，但其实人生很多事情没有下一次。你想陪的人，不要等有空；你想说的话，不要等以后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次的转身会变成永远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思念才变得有重量。因为爱过，所以才会想念；因为重要，所以才放不下。可是清明节真正想告诉我们的，不是停在悲伤里，而是带着思念好好活下去。思念不是把自己困住，而是带着爱继续往前走。那些离开的人没有真的离开，他们变成了你的一部分，变成你的选择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善良，也变成你继续努力生活的理由。